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播出呢，可以跟你身边的爱人或者是朋友之间做一个小小的测试，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大家可以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。那比如说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，在一次的旅行的过程中，你最不能接受的对方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原则型的我都能接受，但是如果是特别原则型的问题，比如说如果旅行的话，我觉得体验感很重要。他要是到处特别的紧，吃住这些都体验感不太好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计较，我喜欢对方的大挑一点吧，不要太计较。但是其他小的一些拌嘴这些我都挺正常的。哎，因为我做这个的时候遇到了一道题，哇，那道题真的，我不瞒你说，我不知道 BCD 是什么。就是他问我说，伴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个什么行为你最不能接受啊？朋友们，他的 A 选项是在旅行的途中，他对其他的异性心动了。哦，我看到这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看什么 BCD 啊？你告诉我还什么 BCD 呀？哇！你当然选 A 了，你就对别人心动，你告诉我选什么？所以导致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BCD 是什么。好，那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 BCD 都是什么 ：B， 伴侣心不在焉，一直玩手机，完全不投入旅行；也生气。C， 伴侣为了少花钱，让你吃住玩的体验非常不如意，也不开心。其实我觉得这道题让我很不开心。对，我准一个。那让我 D， 伴侣完全不认可你的付出，对，这个也很生气。表示我甚至都念不完这个题，表示他完全不需要。ABCD。因为这个就是测评里面一个叫做破选的这个专业测评技术，就是你会感觉到你在被迫要选出一个就是你最生气的答案来。那这一刻人心中的这种潜意识呀，或者说你到底最重视的，包括你选哪个选的最快，就像 A 那个，对你 A 的时候，你已经看不了 BCD 了。哦，这样我让大家都答一下，好不好？觉得选 A 的，好 A。B， 伴侣心不在焉，一直玩手机，完全不投入旅行。小马哥，你的 B 是为什么？没有人跟他聊天。没有，因为我为什么选？其实这几个呢，确实有一说一，这都不太妙。但是你要说硬选的话是 B。A 的话，我觉得你要分是什么阶段，因为我理解的这个旅行是在初期，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，其实只是个 date。那在 date 的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在跟你确定关系的时候，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有可能对这样。因为 A 我是什么？我看到第一题的时候，如果在和爱人再去旅行中，他对别人心动的话，心动了吗？就是心动有好感，我会觉得哇，感谢上天给我看透一个人的机会，就是日后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，我觉得很好呀。这样讲也有道理。咱们为什么选 B， 因为我觉得是不尊重对方的一个表现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在日后的相处中，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无视对方的问题存在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是需要照顾对方的感受。所以我觉得，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在我看来，可能日后会有很多点都跟我不太适合吧。哦。好，接下来 C， 伴侣为了少花钱，让你的吃住玩的体验非常的不如意。旭哥还没有举哎。木有。接下来 D， 伴侣完全不认可你的付出，表示他完全不需要。我好像知道是这个。这是旭哥。有时候你会努力想要让对方开心嘛，可是你也遇过，就是可能你那个努力，有些人他觉得是应该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点委屈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也觉得是因为一趟旅行，这个整个的付出也好是双方的。那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问题，对，这个可能是两个人造就出来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是会在这个旅行里面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是的，这个就是每个人看他的角度不同了。
既然大家做题做的这么喜欢，我们不如再来一题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题我们相对温和一点。好，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最想和对方去旅行 ？A. 纪念日或者是其他有仪式感的日子。B. 关系一开始的时候更有可能想和对方去旅行。选择 A 的请举手。选择 B 的请举手。陈烨先来吧。我觉得和我能旅行的人，一定是有了一定的基础。这个基础不一定要说多么深入。对，你经常去旅行啊，但是我是不可能凡人就刚认识啊，走啊，咱走啊，出去玩啊。出去玩可以，但是不要去那种旅行。对，因为关系一开始的时候，可能你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牢固，或者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所以就更谈不到说你们有纪念日的那么一步了。就是我不会用旅行来作为一个纯测试。我和他一模一样。比如说，我要是稍微熟络以后，我们再去旅行，可能一些小的问题在我这都不是问题了，对，就我都 OK 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一确认我们就去的话，可能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放大。我希望有点就信任度吧。但我说男生的角度啊。男生的角度就是纪念日或者是其他有仪式感的节日，给了我一个让这一天跟其他天变得不同的理由。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值得纪念，但是这些日子我就觉得说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理由，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天点缀得更加的可爱一些，或者是有趣一些。那海涛还是很擅长经营的啊，有仪式感哦。那接下来问一下选 B 的同学，问一下旭哥为什么选 B？ 哇，你们男生都选 B。你三个男生都选 B。我是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更认识对方的一种方式，因为你平常比如说约会或什么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了解。我真的就曾经遇过朋友带他的女朋友，然后去到异地，然后就是一群朋友嘛。比如说我们是有在一个游泳池，然后我们烤肉，然后我们还担心说，你的女朋友没有赶快下来吃饭，她肚子会不会饿？然后就他女朋友可能他就在房间自己吃 buffet。我朋友其实他就蛮惊讶。我跟他一样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当大家没有确认关系，当大家 OK 要去旅行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最开始能够真的认识到这个人。如果在这个旅行当中，大家对方觉得不合适，那就各自玩各自的喽。可是心情整个淡掉了。不是，你不是说这次旅行一定要跟对方在一起，他只是创造一种可能性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其实刚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没有特别大的实感，因为没时间去旅行。然后来想一想，什么时候愿意去旅行呢？其实两者都不是我特别想选的，因为我是，当我想去的时候，我会问对方的意见。那你的 C 选项就是大家都想去的时候，就是旅行的最好的时候。因为我觉得纪念日，虽然我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，但我不想把纪念日变成一个每一次都要一定做的一个框架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可能一开始是 OK 的，但时间久的话，一定会成为一个负担。然后一开始就去旅行，我也觉得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对方，但我也觉得会有点太快了。但如果说两者选一个的话，那 B 的话，可能刚认识一起去旅行，应该也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体验吧。就是我们用一场旅行的方式让大家聚在一块儿，那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小惊喜。我们大家呢，其实来之前也各自准备了旅行要带的好物。那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我们的心动好物分享大会。哇！我们的心动旅行好物已经在这里了，我们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。我可以跟你交换吗？可以啊，当然。哇，你这礼物里面有礼物哎！里面有。看一下是什么哦，拆礼物喽！压力。哇，这么好的礼物谁送啊？太有眼光了！哎，这个送的确实是蛮实用的，也很适合他哎。但它是个箱子。哦，真的啊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
我刚刚一开始跟他开玩笑说，我真的今天要送他礼物，结果他拿到是我的礼物。你这个来好不好？感觉应该是一个蛮厉害的礼物，因为拿起来很重。哇！什么？拖鞋。他那个是我的这是你的啊？养生几件套，还有移动水壶。哎，这个挺好的哎。哦哎，这个还蛮好的耶。这个会自己烧水比较卫生，然后比较方便携带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这么贴心的人哎。看不出来吗？我需要细品。这一季我们有1季的时间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是拖鞋。拖鞋你是要拿来打他来打他来？也可以揍人啊！如果2个人要是一起去逛街，然后走了1天路会疼嘛，然后他回来就可以就是穿这个拖鞋我还以为缓解一下，你是按穴位让那个男朋友罚跪用的。也可以啦。表现得好，他就给他按穴位；表现不好就是打。还有一个那个袋子，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泡脚桶，这是什么？哇！携带式的，对，哎，我是说真的，我最近真的想要泡脚哎，因为这个真的我听人家说泡脚晚上泡脚会睡得比较好。对。然后睡得好的话，第2天气血比较好。这个主要还是觉得就是旅行会走的比较多，然后会比较累。哎，你真的送的很好哎！哎，哪里有热水？我可以装一下热水，我现场泡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穴位手套。因为我不太懂穴位，但是你戴上的那个，你就知道你今天哪里不舒服。你准备了这么多啊？还有袜子，这还有袜子啊？对啊，穴位袜子可以按穴位的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喜欢养生哦，朋克养生其实不太懂，但也希望自己能够，也比较就是健康。对我，感觉你这应该是今天全场最佳哎。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这个风格。目前你们2个的都好羡慕哦，不知道我的会是。你这个一定也不差的。这个是我的，主要是靠我叙述。这干嘛的？不是，它是一个臂膀。哇，谢谢哦。这是什么？给我呀，涛哥，它是2个手，它是这样2个人这样使用的，就是一人放1只手牵在里边用。啥意思啊？这个是男孩。来，牵一下看。哎，我手的。一人牵1只手，然后这样逛逛走路用的嘛，走路这样。走好。天哪！哦，好可爱啊！哦，哎，这挺有意思哎，牵手一下。哎，这个挺有意思哎。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想象一下，就是我们这样出去，就是会不会很多的，就是回头率会很高？会。你们俩出去的确回头率会很高。我这个套组有一个那个组合的名字特别快，叫做“溺死人不偿命”组合。啊，就是说这个靠枕，就是那个歌词，就是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如果不习惯，就这个靠枕守护你的孤单。哦，哇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一般情侣在街上他牵手，对吧？但是我为了让我们的爱情更显眼，因为我是激情型爱人，我希望就世界广而告之。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这划一个重点，就是一般的牵手不足以表达我的牵手，我希望就是是个显眼包，你看到我们这牵成那个爱心的形状。就是你的意思，就是他是我的。对。哦，喜欢。这谁送的？是好像我的。天哪，我送了个手套呢。拿了一部手机。相机。相机。哦 ，CCD。哦。这个也是跟我回答这个有关系。他会问你会去什么样的地点，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去那种小众的地方，酷一点的地方。然后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是很会我们2个一起拍，我是更会拍你。我拍你。哇。
当然了，我也可以拿胶片，但胶片我得拿回去洗。对，而且有的时候手机去模拟 CCD 和胶片感又不相机，对味。对，它会少点东西，你噪点加的再多，它也不是那个味道，那还不如就拿它。我认识你新的一面了，我没有想到你会给别人拍照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似是个没有耐心的人。我是很细心的。好，到我喽。哦，这样是啥呀？面膜。这是谁的？我的。老师的。就是这是一个又可以热敷又可以冰敷的面膜。所以这个面膜热敷的时候就可以好好休息、好好睡觉，但是它冰敷的时候呢，又可以美美出片。哇哦，谢谢谢谢。这是谁的？我的。耳机。耳机，我选的是有线的耳机。啊，2个人可以。对，2个人可以一起听音乐。我还是觉得，在旅行中音乐一定是必不可少，它可能会让你回忆到当时的那个情景，而且把你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对方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浪漫的。对，有些时候气味和音乐是一种能让人穿越的一种穿越机。把我的音乐分享给你，这个确实我懂你的点。兄弟妙，绝对妙，很棒。我这个礼物就超级好了，超级好。是谁的？是我的。海涛老师的。哇塞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可爱哟！这什么啊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我真的很喜欢。这是唱 K 的吧？应该是。不是，应该是口红，我看到。游戏机。它是可以玩游戏的，但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嘞？它是一个音箱，没猜对一点。并且它不只是一个音箱，它还是一个麦克风，而且它还是一个。你看，我还可以变声音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吧。你看，还可以变成娃娃，哇，好开心啊！每一天都是开心的呀。今天大家聚到一块儿，特别开心的一次海岛旅行，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陪你去看流星雨，一起来，出去，谢谢。那就真的是让你的泪一起来。谁理你？好了，我们各自呢都收到了我们的旅行心动好物了。那么说着说着，我们也该旅行了。终于旅行了。是的，而且这一次呢，我们是开篇即旅行，旅行即初见。哇！我们本次的心动之旅呢，第一站将在我们的海岛开启。哇！耶！朋友们，那在这个周末呢，所有的男生女生们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在海岛开启2天的度假生活。想象一下，吹着海风，我们遥望着夕阳，沿着地平线，这个感觉谁能不心动呢？感觉好浪漫哦。那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到底又会是怎么样呢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海岛初见吧。我们来喽，来吧，来看吧。期待。好奇。